发生在1868年至1871年之间的缅甸，它还劫集了一次哈。那这一次呢，劫集的内容呢，就刻在729块的大理石板，会有贝叶经传出，应该就是石头呢携带不便，所以后来的僧人根据石刻校定之后，转刻于贝叶。贝叶经呢，本来是缅甸的佛寺所有了，但是当时的人想散家去啊，散家家得要去贵掠去，各有法度顾着佛祖，顾家己都袂有啊，所以有一挂人呢，就偷挂这个涂在经书上的这个黄金的漆有的人干脆规本都杀出来卖有的运到泰国，有的运到这个丹班克炸在台湾所以呢，当时真侪这个贝叶经红送出来，到今仔缅甸的政府呢，一定不准你买啊出口贝叶经呢为时已晚，很多的跑单帮的客人呢，已经把它拿出去了，这样了解了这是贝叶经非常不得了的在波罗那鲁瓦当中，加尔市也有称为岩石市，建于巴胡王登基之前跟执政之后。这里拥有姿态不同的坐、立或者是躺着的石雕佛像，闻名遐迩。四尊佛像呢，依循着一块巨型的花岗石岩雕刻而成。有看到没？那这里规个所在拢叫做波罗那鲁瓦加尔市有人常常讲世界各国有什么物件会使看？对我来讲，除了文化，除了风景，除了真侪有特殊的物件，足侪物件，互你看袂了的旅游有真侪款看风景的啦，看文化的啦，看石头的啦，看历史的啦，看宗教的啦，食食的啦 ，shopping 的啦。什么款的方式，什么款的拢有。一个旅游的爱好者，甚至一个旅游的达人，当你走遍各地的时候，就像参加不同场合一样要穿西装，有没有要扮书生也就在于说，在不同的国家开给你不同的眼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肯达拉玛遗产酒店，世界遗产酒店
斯里兰卡立国2500多年到现在，历经了内忧跟外患，很多的古迹、国家兴亡，跟它都有着密切联系的关系哦。距离斯里兰卡不远处的丹布拉石庙群，建在西元前1世纪，大象在散步啊，是流浪象吗？还是什么？不晓得哦。那但是呢，斯里兰卡可以说是一个以佛立国的地方哦。总计在这个地方有5座的佛教石窟庙穴，共有157尊的神像，就在丹布拉，都隐匿在这一些狭长石窟底下的天然洞穴，向人们诉说的国土的沧桑，也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当中。西元前1世纪，丹布拉的国王曾以丹布拉的天然洞穴作为庇护的地方。后来为了感念，他把洞穴建成了寺庙。从那个时候开始，丹布拉的天然洞穴被列为就是庇护的一个地方啊。那在这当中呢，有各式各样不同形体的卧佛的石刻雕像。谁说石窟洞穴、石窟佛像只有在中国有？其实在中亚，其实在像斯里兰卡这种地方，有非常的地方都拥有了石窟洞穴。毕竟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当时呢还是横行在中亚、中国以外的中亚跟斯里兰卡等地哦。现在我们从肯达拉玛前往的丹布拉。对斯里兰卡来说很重要的寺庙，这里佛教学写了，书上写了，我们也学习佛教学，因为这个地方，2100年以前这个活动，这个的寺庙的名字马德雷寺庙。而且呢，从这个石头上去呢，我们就准备进入了丹布拉金寺啊。那我刚刚所说过了哈，在这里呢拥有非常多佛的遗迹哦。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走上这个丹布拉金寺啊。哎呦，这名又没啥好念，有无？丹布拉金寺啊，所以你也在讲啊啦吼，这个定义讲有无截窟内底啊？有看到无？截窟内底啊，所以这也在讲吼，规个斯里兰卡呢，他都要讲的吼，算应该是吼中亚甲中国以外吼，上侪什么？上侪这个截窟洞穴石窟的地方啊，真的啊，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哈。所以像我们不丹还有缅甸啊等等啊，哇，在这个区块可以说呢。全部都是佛的圣地啦，真的啊，除了是佛的圣地之外呢，也是很多的这个人崇尚的地方啊，宗教之旅啊。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到了丹布拉金寺，是斯里兰卡的朝圣圣地啊。这一座佛窟呢，包括了5所的圣堂，是斯里兰卡最大、保持最完整的洞穴啊。这里面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雕刻而成啊，听说在史前时代就有人居住的洞穴啊。别小看这个，这不是木雕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石雕啊，石窟当中的丹布拉当中的石窟庙群，在这里可以看得到丹布拉的石窟寺，当地也把它叫做金寺。这里指的呢有很多的东西啊，这里称狮子国嘛，所以呢有很多的东西呢，也就是狮子的造型啊。康提、波隆纳洛夫、阿努拉德普勒建构了斯里兰卡的文化的三角，在3个重镇当中，我们就一个重镇的来穿越。有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叫做丹布拉，这里因为拥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列为世界遗产的石窟洞穴而闻名于全世界。丹布拉石窟寺是这斯里兰卡当中里面最大，也是保存最完好的洞穴庙
建筑群，也是人们的朝圣圣地啊。所以丹布勒通常呢是石窟洞穴当中最重要的文化当中的快跑。丹布勒有人翻译成丹布拉，也叫做丹布勒，它也被称为一往之城。当年这里是以小乘佛教为主，他们主张修以胜于度人，闭关冥想是其中重要的修持方式之一。面对相对的简陋跟隔绝的洞穴环境，他当然认为这是打坐冥想最好的最佳条件。在佛的立场，冥想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的僧侣在石窟寺以及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的安内坐得来，不是发呆啊，叫做冥想。他们以冥想而著称者。维拉康王当年落难到这个地方，得到了庇护，人们就将丹布拉变成了一往之城。所以你说它历史深不深啊？它已经跳脱了我们在中国所了解的历史之外啊。所以这就是丹布勒的石窟洞穴，不容易吧？在这里面呢，2000年来斯里兰卡都是这样赤脚从山下走到这上面来顶礼的，心中当然会有些惆怅。光线幽闭的天然石洞里面，些许的灯光的照明，更让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除了庄严的佛像之外，每一个石窟洞穴的墙壁、天花板呢，都布满了色彩鲜明的壁画、花草林木、亭台宫苑、山川人物、宗教传说不一而足。气氛神秘，而且充满了神秘感。这些以佛教故事为背景的壁画，不只是石窟当中干燥的环境，都是用一种天然树枝雕刻而成的这种颜料所做成。彩绘的颜料能够历经70多万个日升月落，依然鲜彩夺目，让最古老的壁画可以保存了超越了2000年，让你不得不赞叹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璀璨文化。寺庙当中，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佛像雕刻，有一些呢就直接刻在岩壁上，有一些立体佛像呢独立于洞穴当中，其中更可以看得到不同灌顶的佛咒雕像。不小看呢，这些都是非常价值的艺术哦。这里是斯里兰卡2000多年的历史，分别由不同的皇朝统治了这个斯里兰卡。每个皇朝对于佛祖的肖像，它会依照每个时代不同，这个时代以及欢迎出现物件呢，就会雕刻在当时的壁画当中，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整个雕刻方式。当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刚刚一进来就看到了加多的佛咒啊。相传呢，佛咒的双脚平行合拢是睡觉休息的象征哦，双脚前后分裂是圆寂之象。所以你以后看佛咒倒立就知道，伊两只脚合做伙困去啊。你看，两只脚一前一后，圆寂了。石洞当中最为人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滴水奇景啊。是每当雨后站在洞中，头顶上的某一个突出的岩壁滴水啊，这不是冷气啊。当你抬头一望，会发现水滴是由岩壁上上低所在向上流哦。这个水柱是最低的，水往上流就很少见了吧？流到上面再掉了下来。你看看这个卧佛是双脚并拢还是前后啊？困起啊，有没有哈？双脚合十就是困起啊啦哦。而呢，这个水呢往上流，在高处滴落下来，观看者无一不叹为观止啊！看哇，这整个洞穴石窟多棒啊！佛祖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洞窟当中，也有许多的雕像或伫立行或躺。原来是佛祖的弟子们悟道的姿势，不外乎艺术性命佛祖的地主啦，选了这加这个佛像呢，想那有做这行的想呢因为是佛祖的地主，他们来这边悟道的时候呢，他的姿势呢不是坐就是立就是行就是躺4种。几千年来也只有一名叫做阿南达的弟子，他的悟道姿势是这4种之外。斯里兰卡对于佛教的信仰十分的虔诚，寺庙外的信徒父老西幼安尼排队起来顶馆，特别看这个石窟，有的洒水果，有的拿着花啦祭祀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拢会坐在这个石头顶馆一家享用水果贡品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信仰的虔诚的信仰就是斯里兰卡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当然也是信仰的一部分真正求佛祖的不一定都是求财而已
看完了前面，再从车行呢到了康体，我们来到了传统的民族歌舞秀。世界上，我相信秀你看了不少，再震撼、再大型的中国秀你都看过。但是如果能够看尽全世界各种不同民族的秀，哇，那才堪称一绝呢。看看斯里兰卡的秀哦。
安那，看了感觉安怎啊？有成印度，有成缅甸，有成泰国，还是有成对啊？好像综合了起来，是吧？这就是斯里兰卡啊。我们现在来到了斯里兰卡的康提这个地方。其实斯里兰卡这几年非常的夯哦。今年哦，哇，因为这历史、这文化，吸引真侪外国人客来到这个所在哦。足侪人吼，拢冲到这个所在来从啊，来看斯里兰卡的文化哦。斯里兰卡有人讲什么出产什么红茶啥的，那都不是重点哦。真正它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呢，其实呢令人心醉不已啊！所以我说呢，旅游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文化，不然世界文化遗产怎么会有世界文化遗产跟自然遗产，甚至文化跟双重遗产，对吧？康提、波隆纳鲁夫，那还有阿努拉德勒普这3个点，其实就是斯里兰卡的文化金三角。所以来到这文化金三角当中，我们就在这三个三角点呢，开始呢看看这所有的朝圣之地。我们现在又准备来到了丹普勒石窟寺之外呢，来到了古都康提附近呢，它又拥有了另外一个绝佳的古迹哦。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康提，看看这里的斯里兰卡，你有多少的机会可以看斯里兰卡的介绍啊？甚至你有多少的机会可以亲自踏上斯里兰卡这一块土地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康提的什么佛牙寺喽？佛祖的喙齿，感是啊，佛牙寺啦。那这里呢，1592年是斯里兰卡的首都哦。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啊，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的陌生啊。但希望借由这次的斯里兰卡所推展出来的文化艺术之旅，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斯里兰卡整体的风光，让人家了解到斯里兰卡真正后面的文化定义哦。有时候我站在一个古迹前面，心里面都会想：哇塞，这古迹5000年了，我才是沧海之一粟啊，非常的渺茫哦。佛陀圆寂之后，遗留下左边的犬齿，就把它叫做佛牙喽。公元4世纪时，有一位这个接连加王国的公主诏书啊，把它运到了斯里兰卡。后来呢，它就成为斯里兰卡王权的象征，佛教徒心目当中的圣物。我们现在来看看走私的佛牙啊，西元1世纪被从其他地方运往斯里兰卡的佛牙，现在就落在康提的佛牙寺。前面我们特别介绍了佛陀圆寂后遗留下左边的犬齿，叫做佛牙。
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他被当时的一位接连加王国的公主偷偷的运往了斯里兰卡。从此之后，斯里兰卡变成王权的象征，佛教徒心目当中的圣物。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前面在这个释迦牟尼成道的菩提树下，这个菩提树被劫持来到了斯里兰卡。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当时佛陀圆寂之后的牙齿啊，所以其实你要另类的来说，斯里兰卡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也为之而不过。佛牙现在坐落于在现在的康体的佛牙寺啊，这个寺庙建于公元1595年，但历年来经过了很多次的重修，尤其是呢1998年受到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汽车炸弹的攻击严重受损之后，几经重修之后，佛牙寺更像一间新的寺庙，而非古迹。当我们进入佛牙寺的时候，正值佛牙开放给民众朝拜的时间点的话，你就会发现人潮就像如此一般的多。这里面呢，主庙2楼供奉着佛牙的佛牙厅就在这儿啊。信众呢其实并不会真正看见佛牙，因为它被收藏在6层的黄金佛塔之中。据说共同由3位高僧分别持有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哇塞，这个比银行的保险金库呢还要重要。为什么？无价，它是所有信众千里迢迢、千辛万苦，花尽各种方式都想要来一探究竟的佛牙，崇拜的佛牙。所以你讲你要甲看到，无啥简单哦，唔是后边迄2器哦，迄个大机啊吼，做吹气无遐大机吼，迄是枪的，无共哦。黄金佛塔被放在一个窗口当中，就刚刚那个窗口哦，游客信众只能远观，不能走进除了佛牙厅之外，主庙内还有其他的房室，里面供奉着佛像，供信徒一直来这边膜拜。佛牙寺。当然呢，这包含了旁边还有博物馆。你看我们这一趟来，非常巧的看到的佛牙供奉佛牙寺刚好开了啊。当中最具规模的是世界的佛教博物馆，也在这个地方介绍各式佛祖相关的资讯跟展出。他们这边的展出是真正的佛教展出哦，不是一般什么手抄论文，或是由佛教分支出来各个什么歹书啊来去哈，这个一个发挥无共。道道地地就有佛祖的这个从一刚开始到现在，所有由佛祖遗留下来的东西。而这里呢，也有这个大象博物馆，你看到每一个人都礼花献佛礼花献佛。这里也就是斯里兰卡圣城康体佛牙寺啊。那基本上。你来斯里兰卡这个所在，你要有一定的概念，对于斯里兰卡，事先把这个斯里兰卡的东西呢，稍微呢有一个基础的概念啊。你来斯里兰卡，当然你就会比较了解来斯里兰卡看什么哦。斯里兰卡拥有世界的9大文化遗产遗迹哦，不容易啊。斯里兰卡的佛牙寺古都康体的盛景，看到这些虔诚的信徒们从他的侧脸，从每一次要进入这个门当中，你必须赤脚去走上这个圆盘啊。在4世纪初期，印度一个公主将佛牙的一颗臼齿藏在发髻当中，夹到了斯里兰卡，成了几经烈火的锡兰岛民赖以寄托的精神财产。我一直强调，不是这几只啊，这个不是，这是象牙哦，不港哦，不太了解啊。看到那几个呢，我吓一跳，以为是那个佛祖的牙齿哦。被誉为印度洋上的一颗珍珠，斯里兰卡
康体也是斯里兰卡的第2大城，也是锡兰王朝最后的古都。这里面就叙述着，在画着这些人民由古至今对于佛的礼拜、朝拜，我觉得好像到现在也没什么改变哦。上面的画跟现在的人呢，那在这个地方，当然的康体保留了封建时代的皇家建筑，还有异国风味的殖民建筑。斯里兰卡的文化精髓就在康体汇集，其中1988年经联合国列为世界人类遗产的佛牙寺，也是最著名的历史建筑，更是佛教徒的朝圣之地。在这里，佛牙寺供奉的佛牙舍利，陕西的法门寺供奉的是佛的舍利，北京西山的灵光寺也是佛牙的舍利啊，是仅存于世界上3枚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啊。所以这几个地方，你有没有觉得它比中国的4大佛教圣地还要来的圣地啊，还要来的了不起啊？为什么？这直接放着释迦牟尼本人的物件啊，本人的东西就放在这边呢。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来说，台湾呢，佛道2教啊，几乎是主流教派之一啊。宝藏佛牙，精神寄托。佛牙寺的每一层建筑，拢镶着什么绅士帽子的屋檐，回廊树立了一根一根的柱子，典型的坎迪式的建筑。国王为了王权，不能失去佛牙。斯里兰卡存放佛牙的寺庙，会随着皇宫啊辗转变迁。佛牙寺就作为当时斯里兰卡全国最重要的佛庙之一，受到政府严格的军警保护，入庙也必须接受安全的检查。这旁边呢，也就是佛牙寺另外的一个叫做大象博物馆。